你！我打死你个败家子！我打死你！都是你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家，让这个家家破人亡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和周廷琛可以好好过日子，为什么要拆散我们？逼我嫁给你，还强迫我给你生孩子！不要在我面前提周廷琛！我偏要提，偏要提！我爱的就是他，我爱的就是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非要拆散我们的姻缘？啊！这就是你的真话吗？我恨你，你毁掉了我的幸福，我恨死你了！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的一生！你给我！谁让你打玉郎了？侯玉婉，你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，你当真恨不得他死吗？别跟我提这个孩子！我不要为他生孩子，我不要在这个家里生孩子。童玉婉，你这个狠女人，你根本不配拥有允堂的爱情。允堂，只有我才是真正的爱你。你们谁都不许折磨他，他是我的，是我一个人的。童玉婉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来人，他只配住柴房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父亲，让我跟您一起去吧。您不仅仅是我的公公，还是带我踏入商场的老师。让我这个学生见证您最有勇气、最有策略的一次谈判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上车。慢点，小姐。停一下。我听允堂说过，他会想到一个扭转乾坤、釜底抽薪的办法，没想到就隐藏在这个证券交易所里面。父亲，也许允堂现在已经扭转了局势。我呀，一生没有踏入过这里。说真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进去看一看，这里是不是真的另有一番天地，让我大展宏图。父亲，不如我们现在就进去吧。不能再耽误了。等允堂回来以后，我们再慢慢听他说一下他那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。走吧。沙山先生，你在外汇和房产上一人独大，你不觉得很乏味吗？要不要换个人来坐庄啊？杜，你玩股票确实很厉害，不过外汇你可是外行啊。你应该最了解，中国有句老话：盲人摸象，越摸越不明白。谁是盲人还说不定呢。大家都听好了，我断言德国马克即将反弹。德国的形势已经糟透了，魏玛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，马克再继续大跌，即将打破地平线，跌进18层地狱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最喜欢玩起死回生的逆转游戏。股票啊，给我全仓买进德国马克。哦，好。杜，你们家可是没钱了，已经快破产了。
你在玩空手道啊！如果真有呢？啊？不可能！我有最可靠的经济情报，我比你还了解杜家情况。不过，如果你能够拿出20万银元，按现在的马克进价，你能买进多少，我就卖给你多少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是我爸给我的，拿着，整整100万元，全部给我兑换成德国马克。我们的游戏才刚开始，慢慢陪我玩吧。父亲，真的没事吗？曾想说要杀了我的。放心，我已经打电话叫外国记者都来。到时候众目睽睽之下，日本人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到时候只要你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们全家才会绝处逢生。快下车！快下车！父亲，怎么了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？父亲！刘安，把我的钱包拿出来。父亲，钱包在里面。里面有5元。我来上海的时候是36年前，就是这5元。现在绕了一大圈，终于回到了起点，还是这5元。刘安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会守护我们杜家的，是吗？是的，父亲。谢谢。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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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。父亲，行情大逆转！德国马克最新行情上演了大逆转，大家看看吧，啊，看看。德国政府正式宣布，马克和黄金挂钩了，马克稳住了，而且现在在美国的交易市场上，已经开始出现反弹了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德国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天才，凭他的一己之力稳住了通货膨胀。我闭关3天，完全读懂了他的理论。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你是个天才啊，魔鬼型的天才！天哪，我已经损失了20多万，要不到此为止吧？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胜负呢，而且对我来讲，这个游戏才刚开始。我们需要跟你好好谈谈，恳求你了，父亲，拿下这个洋人，我终于有脸回家面对你了。待我走完下一步棋，金邦街码头就安全了，您的心愿就完成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好吧，我们去谈谈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把父亲给带回来，这下完了，咱们杜家倒大霉了。都是允堂干的好事，他把我们大家都给连累了。爸爸，你不该扔下影薇和我们大家就这么走了。好了，大家都闭嘴吧。老爷走得太突然，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再埋怨了。杜家的天不能塌下来。老爷出门的时候，我答应过老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大家一块来撑着。容妈，太太，马上给老爷设灵堂。是。将军，杜伟达出了车祸，已经死了，而杜允薇暂时没有办法过来。杜瑞达死了。是。杜瑞达虽然死了，但顺藤摸瓜、追查乱党的工作不能停。希望将军能够任命黎少峰全权负责此事，必须清查杜家。黎少峰现在已经不是将军身边的人了，他没资格负责此事。我想这一点，特使阁下也应该知道内情吧？我忘了告诉将军，黎少峰对北洋政府忠心耿耿，曾经向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。我认为将军需要这样一个军法处长，所以我就越俎代庖任命了他。那么，少峰，你跟杜家是竞争对手，这次能秉公办事吗？将军请放心，杜家怎么说也是我的岳父家。再说我的夫人已经有了身孕，不会秉公办事的。哼。将军，这个徐浩北实在太嚣张了。徐浩北，我迟早要收拾他！将军，乱什么？杜家人从来都讲究规矩，横竖就是一个死。也不能让人家笑话，都给我站好了！站好了！少峰，少峰，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。姑爷，你岳父刚死。你不来尽尽半子之孝，哭个丧吊个唁，居然第一个带人来查杜家。杜家那辈子先人积了德，招了你这么个好女婿。我不和你这个女流之辈废话。来人，把私通乱党的窦允堂抓起来。是。都给我站住！抓人要有证据，告到沈将军那儿，诬陷这个罪名也不小。你说杜允堂私通乱党，你有证据吗？我要是没有证据，你认为沈志佩会让我来抓人吗？我现在怀疑杜允堂就在这棺材里。来人，搜！谁敢？李少峰，父亲刚入殓你就开棺检查，不怕苍天有眼打雷劈死你吗？放肆！敢妨碍我公务，
就算你大着肚子，我照抓不误。李少峰，不管杜家怎么得罪你，死者为大，你这样做，你不怕报应吗？哼，报应？杜家不会做人，报应就在眼前。李少峰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给你。容妈太太，把我的积蓄都拿来给他。是。苏西。啊。李少峰，这些足够让你开恩，放过老爷的灵柩吧。这些只够灵柩出门，还不够你们杜家人出殡呢。翠林，老爷平时待你不薄，这个时候，你该为老爷做点事吧。去，云薇，到我的房里把我的首饰盒拿来。母亲，咱们杜家都这样了，你给我留点活命钱。你，老爷不在了。东西都是老爷平时送给你的，老爷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？大妈，那个父亲都走了，我是这个家的大少爷，这个家应该听我的，我凭什么还要听你的呀？啊，云薇，难道你就不想让你的父亲入土为安吗？母亲。那个，我母亲的首饰盒找不着了，不见了。翠林，这就是你平时教的好孩子。老爷死了还不到1天，你们就反了天了啊！老爷呀，我怎么办啊？母亲，让我帮你。玉婉，玉婉，我这里有4家婉居的房契。素汐，这样足够让你岳父出殡了吧？我要杜若欢的嫁妆，杜家15%的股份。玉婉，玉婉，你不能给他，你一定不能给他这种小人，不能。素汐，拿给他。小姐，你不明白，杜家一旦垮了，这些股份就会变成一堆废纸。你想借机控制杜家，最终只会黄粱美梦一场空。童玉婉，你想以一己之力撑起杜家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明天就由他替这个老家伙出殡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这个混账！母亲，母亲，你放心，我是杜家的儿媳妇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护送父亲。玉婉，李少峰，
我童玉婉为父亲出殡之日，就是你在上海滩失去人心之时。全上海滩的百姓都会记住你这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小姐，混账！你打他，你不如把我们全家都杀了！我现在不杀你们，等抓住了杜允堂，我要你们全家死光！父亲，就在父亲遭遇惨祸，杜家受到威逼的时候，我的丈夫杜允堂正背水一战，他与世隔绝了3天。虽然错过了父亲的死讯，却在一场豪赌中实现了完美的翻盘，也侥幸躲过了黎少峰的挑衅。看着我干嘛？赶紧打电话呀！继续打。你疯了！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完成的计划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不可能找到10个欧洲的买家。我不管，从现在起，除了卖房子，你别的什么都不要想，而且只能卖给外界人士。要是你这个远东第一房产掮客完成不了这一笔便宜买卖的话，那好啊，我们刚刚的马克赌局立马清算，我能让你倾家荡产。嗯。唉。喂？什么 ？Hello， Tony。对，我是上生。我有一幢豪宅，对方给的跳楼价，你有兴趣吗？是的。对。股票出什么事了？杜家的天塌了，老爷昨天出车祸去世了，杜家刚刚被人抄家，太太带信儿，让你赶快躲起来，千万别回家。少爷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完成这个交易，逃离是非之地，否则老爷就白死了。那我们约个时间吧。好。杜，你好像生病了，要不我们今天就到这吧？我明天还要坐环球旅行的游船呢。要不等我下次来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再做交易吧。你不能走。但是你的状态不像一个能继续工作的。我觉得你还不如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。不，我以前是太放松了，所以我让他失望了。可是今天不行，他还没走远，他还在看着我这个不孝的儿子。你马上给我坐下来，继续打电话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快点！要不是若欢昨天晚上求了我一夜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出来？你们现在能送到这里，已经是我大仁大义了。如果谁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杀无赦！
不能送你了，你一路走好。呸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老天饶不了你！岳母大人，你应该回去歇着了。让童玉婉一个人扶灵出殡，不是咱们事先说好的吗？你就让我最后一次去祭拜老爷吧，老爷呀！你就这么抛下我们，叫我们怎么活呀，老爷？老爷呀！母亲，就让我送父亲上路吧。老爷，送父亲出殡的时候，我多么希望允堂能在身边给我支撑，但我祈求上苍，千万不要让允堂出现，否则以他的血气方刚，注定会拼个玉石俱焚。我要遵照父亲的遗愿，守护杜家，守护全家的平安和父亲的梦想。在杜家如此凶险危难的时刻，你们大家还能当街怒泣我父亲，童玉婉替杜家，多谢各位的高义。都给我精神点！我怀疑杜允堂马上就会出现。李少峰，原来你跟着关国，就是为了诱捕允堂，你太卑鄙了！我卑鄙？父亲，你一定要保佑允堂，逃过恶人的陷害，平安无事。父亲，杜允堂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给我出来！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这才是大丈夫的作为。我来迟了。虽然青帮街这个项目我们拿不到，但是我也绝不会让日本人得逞。现在我做到了，爸，你可以安息了。要抓你杜允堂还真得费力气。我
我在这里守株待兔，不信你不？多孝顺的儿子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保护杜家。说，你在交易市场动了什么手脚？李少峰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好啊，你不说我就慢慢折磨你，让你开口求我。云堂，你怎么样了，云堂？你看看我呀，我是红雨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，云堂，云堂，云堂。你最好劝劝他，把我想知道的都告诉我，否则你再也叫不醒他。云堂，你没事吧？云堂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李少峰，你就告诉他吧。只要你告诉了他，我就去求他，让他放了我们。我们两个就离开这里，一家三口，好好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一家三口。何明香，你别再骗我了，好不好？你都知道了，云堂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以前真的都是被逼的，我对你的一切都是真心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相信你。我们杜家被祸害成这个样子，我爸也被害死，我相信你，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？啊？是，我是很可笑，但是云堂，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的，我比童玉婉还要爱你。不许喊童玉婉这个名字！云堂，你不要逼我。云堂，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人。云堂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就一次，云堂，好不好呀？你说话呀，好不好啊？云堂。好，杜云堂，你最爱童玉婉是吗？啊？你现在就来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是吧？好了，杜云堂，你记住，是你逼我的。明天，你带杜允堂回家去。他不顾全家死活，消失了3天。他究竟干了什么？你必须给我问出来。李少峰，拿他的家人来威胁他，拿童玉婉来威胁他，他一定会心痛欲死、方寸大乱的。那他还不得恨死我呀？你没有选择，只有拿到口供，你才有机会跟杜允堂远走高飞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，放我们出去！你们这些混蛋！
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小姐，就算你再记恨姑爷，你也不应该打他呀。姑爷虽然对不起小姐的地方多了去了，有一件事不假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你别听那个红玉胡说八道。苏西，如果连你都能骗过去，那就说明云堂还有救。什么？小姐，你是在用苦肉计？可你又是在针对谁呢？红玉，就是他这个杀千刀的狐狸精，就是他暗算了姑爷。可他中计了又怎么样呢？易云腾，他的机智聪明，李少峰抓他不易，却又放虎归山，显然埋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赌红玉对云堂尚存一点痴心，苦肉计让他把恨转移给我，他才会不顾一切的搭救云堂。云堂，来。船沉了。云堂，不好，咱们两个离开这儿，快，小心啊，云堂，来，李少峰，云堂，杜云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已经没有耐性再陪你玩守口如瓶了。李少峰，你不要伤害他。你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，居然背叛我，真是愚蠢！李少峰，我求求你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云堂。放过他？没有看他自己。杜云堂，想不想看到童玉婉一尸两命？李少峰，你尽管开枪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我求你，做事像个男人。放过玉婉和没出世的孩子吧。我为了你能赴汤蹈火，你居然要救的还是童玉婉！云堂，你混蛋！童玉堂，你混蛋！放开我！童玉堂，放开！杜云堂，我会让童玉婉带着满身的血，很快下来陪你，就和你的清平一模一样。如果清平在这儿，看着你满手鲜血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清平那么纯洁，像雪一样白，你说他还会爱你吗？不要！云堂，云堂。
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林少峰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背叛你了，我再也不会了，真的再也不会了。杜允堂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林少峰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林少峰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清平，求求你，清平，救救孩子！清平，你不能死！清平，你不能死！这是我第一次遇见清平的地方，你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夫人，夫人。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收留我吧，红玉，一定以死相报。你也算是从男人堆里混出来的，怎么会被黎少峰整得这么惨呀？他太狠毒了，红玉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是他太狠毒了，还是你乱了方寸？爱上了杜允堂。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杜允堂，从来没有过。哼，那你就证明给我看，你对他死心了，我才会相信你嘛。是，红玉明白了。红玉特地来向太太您报丧，您的儿子允堂，他已经死了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被黎少峰开枪打死了。我亲眼看见允堂中了弹，掉进了水里面。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你个老废物！滚！你为什么怕他？二太太，你忘记这些年这个老废物是怎么对你的了吗？他多少次在杜家上下讽刺你，连下人都不如。大妈，该吃饭了。这么多年你这么照顾我，现在你儿子没了，就轮到我们照顾你了。喂他，快！
饭都馊了。二太太，你不杀杀他的威风，以后杜家谁怕你啊？喂呀！你要是不喂他，可以。那红雨就只好让下人把这碗东西喂进二太太你的肚子里了。大姐，你吃吧，你要不吃的话，咱们都没有好下场。贱人！你骂我贱人？你作为大房，作为做福的，欺压了我几10年，就连我父母病故，你也不许我回去探望。生完若幻之后，你在我每天的鸡汤里下了大量的红花和麝香，使我从此以后不能够再生育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被欺压的滋味。我等这一天，我足足等了20几年。上面有没有人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上面有没有人？救救我们！玉婉说的对，大酱缸，女人的宅斗就像大酱缸，这些女人都是被腌坏的女人。大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记着，你也会有今天，你们都会有今天，都会有。小姐，停住了，小姐。彭玉婉，彭玉婉，大半夜的来杜家干什么？出去！彭玉婉在哪里？他说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她出去，耽误就死。是周少爷吗？周少爷，我们在里面，小姐快不行了。周少爷，快来救救我们！玉婉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小姐，周少爷来了，周少爷来救我们来了。小姐，你要挺住，周少爷来了。周少爷，玉婉，你怎么样？玉婉是我，不是周廷琛啊，我是廷琛。廷琛，
带你去看医生。走！我不死，我不死！你不走你会死的！别真生，我不死，我不死！用我了。玉婉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快去拿几块干净的布，快进！生了，生出来了！玉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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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我怎么办？童玉婉，我警告你，这辈子你只能死在我之后。你要是死了，这辈子你欠我的，永远也还不上。玉婉，玉婉。你醒醒，小姐。玉婉，你想想孩子，你还没有给孩子起名字呢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。玉婉，杜家人对你不好，你就跟我走。这辈子我不会让你们母子俩再受苦，我也不会把你扔给任何人，你只属于我，你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听到了吗？玉婉，小姐。我现在是妈妈了，苏西，把孩子给我，把孩子抱回来。你觉得思堂这个名字怎么样？我觉得允堂他没有死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廷琛，我额娘用鲜血种植了我的鲁莽，如今我也是妈妈了，为了我的孩子，我愿意牺牲一切。玉婉，你这么说的话，让我从此再没任何理由为任何人惜命贪生了。廷琛，送我回娘家吧。好，我带你回家。姓周的，你跟涂玉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带她去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都别想离开杜家，给我上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，是你们要把童玉婉活活饿死在密室里的。今天，如果不是我们两个赶到的话，2条人命就没有了。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先过我这关。给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？廷琛，放我下来。齐了，他叫杜思堂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就算允堂死了，他还有儿子。你要让这个孩子姓杜，那么你就得听我的话，
你回娘家可以，不过这个孩子你得留下，我会让允薇把他抚养长大。我们母子绝不分离。你是铁了心要离开杜家是吧？好，只要你们跨出了杜家大门一步，这个孩子以后就姓童不姓杜了啊！以后你们母子休想回杜家争家产了。啊？我记得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父亲对你们讲，以后要和睦相处，不再相争。这是他临走前最后的愿望。难道你们全都忘了吗？云薇，算了吧，大房都已经山穷水尽了，就让这孩子平平安安的走吧。我谅他们母子，也不敢跟你争什么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着司桃再回到杜家，一定。小姐，玉婉，玉婉，小姐流血了，快点送医院。走。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失血已经止住了，住院调养一段时间就会痊愈的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不当，他现在最需要休息，请不要打扰他。将军还在等着我们呢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将军需要你保护我。该走了。哟，自己一个人在这喝酒呢？怎么，报了仇，空虚了，颓废了，想自暴自弃了？哼，我看你啊，还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我们金屋只养上海最风光的美女，可不养痨病阿嫂。谁不想振作？可你看看。我现在不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吗？哪里还有什么机会？过来。哎呀，看见什么了？童宅。如果你能想办法把童宅搞到手，宏宇，我一定能让你重新进入上海的上流社会。夫人，我怎么拿到它？当然是让童老爷送给你了。至于用什么方法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想，凭你的姿色和聪明，搞定一个糟老头子应该绰绰有余吧。老赵啊，这些都是上好的翡翠玛瑙，在我们童家已经相传了上百年。你看能不能再多给点钱呢？就这么多，爱要不要？老爷，太少了。算了。谁让咱们是要脸面的人呢？可这简直是趁人之危啊！走吧。二位慢走啊！哎，老爷，慢点。
这位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我身子飘，眼前发黑，根本走不了了。这么严重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吧。好。老爷，她不是杜家的红姨娘吗？她可是我们小姐的仇人呐，咱可不能帮她。童老爷，您可怜可怜我吧。如今杜家家破人亡，我已经没有安身之地了。现在只求你能看在和杜家是亲家的面子上，收留我。大恩大德，我是不会忘的。这个童老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，童老爷，如果您能收留我给您做女儿，给您养老送终。啊，玉婉，她不回家，我替她来照顾您。啊，童老爷，您现在是不是头疼得很厉害？是啊，这是老毛病了。那就让红雨照顾您吧。老爷，我们不可，他一定没安好心的。童福啊，太太活着的时候也是信佛的，她要是知道我们见死不救，一定会生气。再说了，太太不在了，玉婉也不常回家，我也需要